更奇怪的是，对方在南海之滨放了一把火，就随之安静了下去。李长寿在扬这些小妖的时候，用摄魂珠搜集他们的残魂记忆，并未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片段。这些小妖都是被随意抓来，扔到南海之滨的城池中兴风作浪，而抓他们的这些高手根本没被他们发现踪迹。试探？不对，绝不只是试探这般简单，这其中还有几层深意。对方在南海之滨的这些行动大概率只是佯攻，但也不能排除搞垮海神教是他们主要报复目标。这就要从动机的角度去分析了。阴暗的角落中，李长寿闭上双眼，脚下似乎出现了一处处泛着滚滚浓烟的城池，心神在高速运转。不多时，一条条指令通过各地指导人飞向了南州、地府、东海龙宫、天庭、天河。前后不过半日，天庭众天兵天将开始在五天门汇聚，总调动兵力达到了60余万，各自摆出防御阵势。地府阴司调动众阴兵守住丰都城各处要害，地府的这支巫族也尽数出动，守在丰都城几处要害。现如今的地府对幽冥界各处的实际掌控力并不高，只要能够护住丰都城，阴司就不会有什么损失。四海龙宫也进入了高度警惕的状态。东海龙宫做救火队，其他3海龙宫高手尽数进驻海眼附近。由仙蛟兵改名的黑龙兵在各处不断巡逻，海族一方也做起了动员。南赡部洲海神教势力范围，海神教神庙齐齐封闭，各城宣说有妖魔作乱，让凡人出城躲避，最好不要靠近海神庙。李长寿在这方面一向掂量得很轻，庙没了可以再建，凡人死伤就会产生业障，人命不应成为庙宇的残砖，做神仙不能没良心去坑给自己香火功德的生灵。龙族还支援了数百名高手赶来南海边缘，潜藏在海水中，随时听候李长寿的调遣。小琼峰丹房中，李长寿从角落中飞出，收起炼丹时用的指导人，化作一缕青烟去了山体内的洞府中。走去给自己留出的主卧房，李长寿又打开了角落中的暗格，开启了此地的机关，露出了一间装潢颇为考究的密室。烛火晃动，烟雾飘渺，李长寿走到悬挂在那儿的画像前，重新上香向前参拜。得了太清老爷传下水德之道，李长寿就临摹了一幅太清的画像，挂在此间，有空就上香参拜。李长寿今日来拜，纯粹是为了求个心安，心底并没有任何大胆的不成熟的想法。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抬头，就感觉到乾坤泛起了少许涟漪，一股熟悉的灵念在心底萦绕，头顶有重物砸落，就听当的一声轻响。李长寿捂着脑壳一阵苦笑，旁边那个故意恶作的小塔各种乱抖。小徒弟，哇！啊，这次的事情这么严重吗？太清老爷主动把玄黄塔送过来给我防身了。西方教那边突然开始微操，李长寿并没有紧张，毕竟之前的西方教明显是属于时常发挥，现在这样才符合一个大教的样子。但是现在六圣之中推算第一的自家太清老爷主动把天地玲珑玄黄宝塔砸到自己头顶，李长寿瞬间就紧张了起来。这事儿估计大条了，没办法，只能启动最高级别的防备体系。与此同时，西牛贺州西北部几道流光自南向北激射而来，又在一座悬崖树壁前齐齐停住，化作了2女1男3道身影。他们刚要向着前方的山壁撞去，突然听到了一缕闻声，各自面色微变，向后退了2步，或是低头抱拳，或是略微欠身。血光萦绕，一袭血纱裙的文静道人显露出他妖娆的身形。
文静道人对着侧旁的3个人轻轻颔首，向前凭空迈出2步，面前的石壁荡起了淡淡的波痕，将文静道人纳入其中。他身后3头鸿蒙凶兽对视一眼，各自低头跟上。障眼法之内是一座大殿，其内金光闪耀，四处流转着平和的气息。在大殿正中悬浮着一方宝旗，遮掩着此地发生的一切。文静来得稍晚，环视一周，看满座都是与自己差不多跟脚的鸿蒙凶兽，嘴角微微一撇，走向了前排控制的蒲团。又在试探我们，还是要做什么大事？他心底细细思量着，联想到20年前自己得到的水神大人之警告，警惕性顿时拉满。鸿蒙凶兽大多是独来独往，在此地坐着的上百道身影，此刻也都是保持着沉默，无人传声，无人问询。忽听一声轻笑在大殿深处传来，角落中亮起了2只灯笼大小的青色兽眼，眼中似乎有火光环绕。谛听神兽缓缓向前走了2步，随后就趴在地上，让背上的青年道者独自向前。哼，又是他。文静心底冷笑了一声，顿时明白了一点什么。地藏示意众凶兽不必起身，自顾自坐去了正前方的蒲团上，含笑道了句：诸位道友，久等了。殿内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应答声。少顷，地藏抬手示意，整个大殿迅速安静下来。地藏笑道：今日请诸位汇聚于此，一是有要事，请诸位出手；二是感念各位许多年来奔波劳累，虽然因各位的跟脚，西方不能让各位走到台前，但各位所立之功，2位老师尽皆看在眼里。待得西方大兴之后，该给各位的功德声名自不会缺了。文静道人的心底呸了几声，暗道一句臭不要脸。就听地藏朗声道：闲话不多说了，今日请各位前来，主要是商议一事，再做一事。诸位可知贫道最近20年做了何事啊？贫道在搜寻天庭水神的下落，且有结果了。文静道人的手指轻轻一颤，但表情如常，气息平稳。角落中，谛听神兽身周青光闪耀。地藏缓声说道：天庭水神明理长庚，数次破坏我西方算计，令我西方损失颇重。此人来路却颇为神秘，便是在天庭里也只用化身活动，在各处海神庙里更是不必提及，所能寻到的皆是化身。那他在怕什么呢？很明显，他在怕自己真身暴露，而他真身只要暴露，很可能会让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说到此处，地藏目中的亮光竟是如此耀眼。然而文静道人嘴角一阵抽搐，这里明显是误会了，那个家伙只是单纯的怕死，真身出来溜达那都是跟在那个男人的身边。就听一头凶兽瓮声道：这位水神一直躲着不出，莫非是曾经犯下了无边业障？有道理，若非如此，人教为何不早对外宣他为圣人弟子？怕是不止如此，有没有可能他水神是个女子？众凶兽各自贡献着自己的想象力，文静道人找了个空档，也开口道：说不定这个人教的水神跟我等还是一般跟脚。地藏含笑摇头：各位不必再乱猜了，从水神此前种种行为可以断定，他是人族出身，而且对人族有份归属感，而这一点自海神教教义还有海神教平日行迹便可得出结论。话语一顿，地藏轻轻叹了一口气：世上难有无根树，这水神的根脚极有可能是在人教仙宗。根据贫道自龙族探听之消息推测，
水神很有可能是因天资悟性奇高，从而被人教大法师选中，建立海神教收敛香火功德龙族之事，便是人族教育他的试炼。但令贫道感觉奇怪的是，最近这18年，贫道凭谛听之能监察人教6家仙宗，竟是没有半分收获，似乎人教上下皆不知水神是那人教弟子。所以贫道决定改弦更张，用一点稍微激烈的手段。文静，大人有何吩咐？文静道人轻轻眨眼，目中带着几分跃跃欲试。地藏笑道：贫道欲选一人教仙宗发难，逼那水神现身，而后再借妖族与水神的因果，让诸位和妖族高手齐齐出手，围杀水神。文静与水神交过手，你觉得对人教这6家仙宗发难，哪家最易得手？围杀水神。文静道人露出少许微笑，言道：那自是要选对人教而言最为重要的大仙门，如那逍遥仙宗、自在门。只不过奴家有一言，还请大人思量。哦，但说无妨。水神绝非一羽之辈，前有金蝉折翼，后有妖生山之战，他那灵爆秘法委实有些吓人。地藏抚掌大笑，随后便露出几分微笑，言道：文静之顾虑颇为在理，但文静，你可想过，此次是我们主动围攻人教仙宗，他若用化身自爆之法，岂不是自毁城墙啊？文静道人面露恍然：是奴家多虑了。地藏摆摆手：贫道也不瞒各位了，你我坐在此地商议之时，贫道的算计已然启动。此次要引诱水神现身的仙宗，贫道选了东胜神州的渡仙门。大人，为何选这般偏远小门？这般人教仙宗哪怕被灭了，人教恐怕都不会有什么反应。错，你们莫要小觑了这渡仙门。据贫道在渡仙门中探听之讯息，文静就曾出手欲灭此门，但最终却是折戟而归呀。那次是为了算计道门3教源流大会，奴家出手想灭了这个小仙宗，给他们添点热闹。不曾想那渡恶真人及时赶来，甚至还惊动了人教那位圣人大弟子，后者几乎追查到了奴家的踪迹。大人，您可是准备好了如何应对那位道门大师兄？小事矣。我已命10万妖众，半个时辰以后就开始围攻那逍遥仙宗。若大法师要现身，自是在逍遥仙宗现身嘛。万一大法师去渡仙门呢？那可咋办？对呀，大人，大法师实力强横，直接赶去渡仙门也是瞬息的事儿。地藏大人，此事咱们是否从长计议？这般只是让我等过去送死罢了。若大法师舍逍遥仙宗而去，驰援渡仙门，那渡仙门就明显的有问题。如此就可断定，渡仙门内藏了人教之秘，水神的根教岂不就此落实啊？各位放心，我自不会让各位提前现身，自有妖族探路。今日只要找到水神躲在哪儿，今后再做算计即可。大人当真高明。若奴家所料不错，恐怕今日之事只是大人您算计的一环吧。寻水神根脚，试试能否借妖族因果除之，再借此将妖族推到绝境，令他们今后不得不投靠咱们灵山。只是地藏大人，奴家有个疑惑。讲。那些妖族本领是否可信？放心，我已将每个步骤
交与那些个妖族，他们只要按我算计，自不会出差错。且文静，奴家在。有些时候太过聪慧并非好事。文静道人笑容一僵，眉目中有寒光微微闪过。地藏笑容不改，就当自己没有见到文静道人眼中的凶光，开始安排众凶兽接下来的出手时机。某女王大人此时却是表面强硬，暗自担心。今日地藏屡次点他名，明显是存了试探之心，有谛听神兽这个棘手的家伙在旁，他也是不得不防。只是地藏刚才那一句自不会出什么差错，为何听着有些小觑了那家伙呢？地藏是不是人，文静不太清楚，但这个水神是真的不可说不可言。东胜神州渡仙门西南方向3万里处，几家仙宗领地交汇的边界，连绵的山林之中，一股股极力隐藏的气息悄然汇聚，朝着地面上出现的那几口大洞涌去。小琼峰丹房中，李长寿背着手来回踱步，看着心底呈现出的上述画面，此刻却是有些犯难。渡仙门这是嘲讽属性拉满了？身为明面上最弱的人教仙宗，怎么就这么容易被针对？李长寿看着自己仙识监察网络所探查到的情形，数股妖族大军在地下行军，自东周各家仙宗的势力缝隙中穿插而过，坚定地朝着渡仙门汇聚而来，一时之间也是有点无力吐槽。